中俄元首共同见证两国迄今最大的核能合作项目开工仪式后，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周一起赴俄罗斯举行中俄第16轮战略安全磋商，并对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进行正式访问。世界大变局之下，中俄高层高频互动传递出怎样的信息？本轮战略安全磋商聚焦哪些议题？李自国深入观察。立陶宛宣布退出中国与中东欧17+1合作机制，并污蔑中国借此分裂欧盟。过去几个月，立陶宛多次就涉台、涉港、涉疆问题炒作反华议题。这个人口不足300万的欧洲国家，为何公然跳上反华最前线？背后有何其他因素？刘和平在线解读。第74届世卫大会正式开幕，台湾连续5年未获邀请。蔡当局再次甩锅称，因不能参加世卫大会，才导致台湾防疫出现漏洞。民进党当局千方百计参会，动机何在？岛内疫情持续蔓延，台当局大搞政治防疫，新名词校正回归，掩饰病例暴增，引发舆论哗然。台湾疫情防控必须正视哪些问题？管尧、张华详细分析。白俄罗斯出动米格29战机迫降欧盟客机，过程堪比大片，真相扑朔迷离。白方强调受到炸弹威胁一事不假，抓捕反对派人士只是其中插曲，而欧盟及美国则予以强烈谴责，并声称采取进一步制裁行动。事件究竟真相如何？江毅深入解读。详细的焦点分析稍后为您一一呈现，不要走开。欢迎回来。中俄第16轮战略安全磋商即将举行。2021年，中俄将迎来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0周年。在中俄元首外交的领航下，中俄关系继续阔步向前。其中一大标志就是中俄元首19号通过视频连线，共同见证的两国核能合作项目开工。这不仅使中俄关系进一步深化，也减少了美国对华技术脱钩带来的影响。俄罗斯驻英国大使日前警告，西方对待中俄咄咄逼人的态度正推动两国走得更近。应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帕特鲁舍夫和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周一至周四赴俄罗斯举行中俄第16轮战略安全磋商，并对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进行正式访问。而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办公室新闻处周一消息称，俄罗斯安全会议秘书帕特鲁舍夫和杨洁篪将于周二在莫斯科会晤，并举行战略安全磋商。本次的战略安全磋商呢，我们可以有些预期。一个呢，就是聚焦于中俄的战略互信，这是一个传统的内容，包括我想中俄的联合军事演习等等问题。第二个就是我们知道近期呢，俄罗斯和中国都与西方发生了一些的分歧，特别是西方国家试图干涉中俄两个国家的内政，所以中俄的战略磋商会在这个维护两国的政权安全以及这个社会稳定方面有一些更多的合作。中俄战略安全磋商机制建立于2005年，中俄第15轮战略安全磋商召开于2019年12月，当时也是由杨洁篪和帕特鲁舍夫共同主持。中俄围绕新时代中俄关系、国际事务和多边框架内协作、亚太地区战略协作、军事安全合作等深入沟通，达成广泛共识。近期，中俄新核能项目开工，为两国关系注入澎湃动力。5月19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通过视频连线，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共同见证两国核能合作项目田湾核电站和徐大宝核电站开工仪式。两位领导人共同为田湾核电站和徐大宝核电站新的机组建设下达开工指令。开工！习近平在讲话中强调，今年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0周年。我同普京总统商定，将在更高水平、更广领域、更深层次推进双边关系向前发展。而普京则表示，俄中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和最高水平。对于中俄来说，两国核能合作无疑是双赢。一方面，俄罗斯向中国输出技术；另一方面，中国巨大的市场对俄开放。由于中国拥有世界上3代核电的各种技术路径，这次合作也让中俄实现两个巨人背靠背。更为特殊的是，核能是一个相当敏感的技术领域，该领域的合作需要高度的互信和强大的政治支持，而这些要素中俄双方都具备。
德国新闻台评论称，对俄罗斯来说，与中国合作可以打开中国大市场，通过中国项目把俄罗斯技术带到世界各地；而对中国而言，加强与俄罗斯的核能合作可以减少美国对华技术脱钩带来的影响。中俄的核能合作不同于石油、天然气这种传统的化石能源的合作在于，它是高新技术领域的合作，它是高端制造领域的合作，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中俄的经贸结构，提升中俄的这个经贸合作水平。中俄的核能合作是中俄高水平战略互信的一个体现。此次中俄核能合作的同时，美俄却因能源合作大打嘴仗。美国财政部21日宣布就北溪2项目对俄罗斯的组织和船只实施制裁。此前，美国国务院于19日宣布豁免对北溪2天然气管道公司及其德国籍 CEO 沃宁格的制裁，同时声明重申，美国仍坚定不移反对北溪2项目。北溪2号是俄罗斯绕开乌克兰，经由波罗的海向德国出口天然气的管道项目，由俄罗斯和德国等欧洲国家企业合建。该管道投入使用后，俄罗斯向德国出口的天然气可以增加1倍。自2020年12月正式复工后，截至3月1日，北溪2号已完成95%铺设，仅剩约121公里便可正式完工。而自正式复工以来，美国的制裁也从未停歇过。有分析认为，美国此次手下留情，或是为了缓和与德国的关系。对于美国出尔反尔的行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2日讽刺称：“我们的美国同事们仍一如既往地言行不一。”他还暗示，美方的制裁可能会影响两国首脑举行会晤的可能性。与此同时，俄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副主席切帕也表示，美国害怕与德国陷入严重对峙，因此取消了针对德国企业的制裁。而为了找回面子，美国转而制裁俄方企业。有分析认为，美国撤销制裁北溪2号，不仅是为了与德国缓和关系，同时也是美国为了拉拢俄罗斯而故意释放的信号。然而，中俄最大的核能合作项目正式开工，使这种美梦被中俄以实际行动打碎。美国放德国一马，而不是放俄罗斯一马。对俄罗斯的这种政策，不外乎是一个顺水人情的结果。实际上，美国拉拢盟友针对中俄的举动，正引起俄方高度警惕。七国集团外长会议5月初发表的联合声明，主要内容毫无根据地将矛头指向中国和俄罗斯。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日前透露，6月11日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首脑峰会也将延续外长峰会的讨论，主要探讨中国和俄罗斯的问题，并对所谓的扰乱国际秩序达成一致。对此，俄罗斯驻英国大使安德烈·克林日前表示，这些的批评是带有偏见的、对抗性的、缺乏实质内容的，而且还在俄民众中激起反西方情绪。其对待中俄这种咄咄逼人的态度，正推动两国走得更近。其实中俄走近，它有2种力量在推动，一个是中俄之间的内生性动力，另一个就是外延性压力，也就是外部对两国施加的一些压力。其实呢，我想推动中俄进一步走近，它的更大的动力来源于内生性的动力，也就是两国战略诉求的共同性。所以说，中俄在地区和全球层面都会进一步深化合作。上周六，立陶宛外长兰斯伯格斯宣布，该国退出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跨区域合作机制17+1。对此，中方周一回应表示，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不会因个别事件受到影响。立陶宛作为一个与中国远隔万里且交集不大的小国，为何屡屡炒作反华议题？立陶宛此次口口声声称是为了欧盟的所谓团结而退群，但这种做法会否造成欧盟对华关系的进一步紧张？来看看报道。立陶宛外长兰斯伯格斯上周六宣称，立陶宛已不再将自己视作中国与中东欧国家17+1合作机制的一员，也不再参与该倡议。立陶宛已经事实上退出该机制。兰斯伯格斯还敦促其他欧洲国家一同退出17+1合作机制，并无端攻击该机制对欧盟构成了所谓分裂因素。他声称，欧盟成员国应当放弃分裂的17+1模式，转而采用更有效、更团结的27+1模式来一致应对中国。他表示，27个成员国的团结是欧盟与外部伙伴关系成功的关键，与中国之间的关系也不例外。
事实上，立陶宛早就在为此次宣布退群对外放风。立陶宛国家电视台今年3月曾透露，该国议会外交委员会早前就已经同意退出17+1，但立陶宛官方没把话说死，只是宣称这个合作机制没给立陶宛带来预期的好处，并称该国计划集中精力发展与中国的双边经济关系，并在欧盟与中国合作框架中发展。而在正式宣布退群的前一天，立陶宛外长兰斯伯格斯在给美国政治新闻网欧洲版等媒体的电子邮件中就透露了这一决定。他实际上是以自己的这个所谓的利益，阻碍了其他国家与中国的合作，他实际上是破坏了中国与中东欧其他国家的这个利益纽带。应该说是中国与欧洲之间的一个利益的破坏者。我想它不是建设者。有观察指出，立陶宛的退出不会影响17+1整体的合作和发展。对于这一机制而言，自2012年成立以来，国际形势已经发生变化，中东欧国家的需求也发生了变化。17+1本身是基于自愿的，某些国家的退出，某种程度上有利于17+1机制更加聚焦务实合作，可以更好地调整方向与发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周一也表示，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是中国同中东欧国家共同倡议成立的跨区域合作机制，符合各方合作共赢、共谋发展的愿望，为各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符合各方共同利益，机制成立9年来，成果丰硕，不会因个别事件受到影响。相信在机制成员国共同努力下，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必将为有关国家人民带来更多福祉。尽管此次立陶宛以所谓欧盟团结为由宣布退出17+1，但这并不能掩盖该国政府近一段时间以来在对华政策上表现出的恶意。过去几个月里，立陶宛已多次炒作反华议题，试图就涉台、涉疆问题干涉中国内政，还附和美国等将新冠溯源问题政治化。特别是在上周四，立陶宛议会通过一项涉疆动议，污蔑中国在新疆实施所谓的种族灭绝，敦促联合国调查子虚乌有的所谓拘留营，并要求欧盟委员会重新审查与中国的关系。对于这份反华决议，中国驻立陶宛大使馆当天就发表声明，严厉谴责称，立陶宛部分议员罔顾中国在新疆等地取得的人权事业发展成就，以及维持香港繁荣稳定的有效措施，恶意炮制反华决议是一出基于谎言和虚假信息的拙劣政治表演。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中东欧国家在2战结束之后或多或少受到了苏联的影响，所以他们骨子里对于不同的意识形态是有敌对情绪的。这一点在包括立陶宛在内的波罗的海3国尤为明显。2019年2月，立陶宛国家安全局就在一份年度报告中宣称，中国情报机构在立陶宛境内进行间谍活动，试图影响公众舆论及政府决策。中国驻立陶宛大使馆当时就对报告中针对中国的说法表示让人完全无法接受，令人震惊和意外，并驳斥所谓的中国情报威胁说法充满偏见且不负责任。特别是立陶宛期待美国在军事、在经济领域的一些援助之后，中国与立陶宛的关系呢发生了一些重大的变化。立陶宛反而是跳出来，反华的一个重要的这个欧洲的力量。这明显的可以看得出来，有美国在后边的鼓动，也有包括立陶宛政治家向美国的示好。不只是立陶宛，波罗的海的另外2国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也分别在2019年12月和去年2月先后将中国列为所谓的安全威胁。分析认为，这些行为背后都有美国因素。由于历史原因，波罗的海国家缺少安全感，对北约和美国有一份远超西欧一般成员的特殊死忠。而在美国加剧打压中国、中俄加强战略合作的双重因素下，立陶宛等国对中国的疏离感增强。同时，随着美国拜登政府上台后力推对华战略竞争，这些有强烈亲美情绪的国家无疑将进一步强化在美国主导的反华联盟中的站位。你与一个与自己没有任何经济纠纷的国家产生如此剧烈的这个对抗性，是不符合这些国家利益的。同时呢，我觉得
这些小国试图依靠着美国干涉中国内政，那些是更不可能行得通的。我想最终这些人会认识到自己不可能改变中国，也不可能在中美之间博弈中取利。另外，立陶宛的举措也与近期中欧关系紧张有关。值得注意的是，今年3月，中国宣布对欧方严重损害中方主权和利益、恶意传播谎言和虚假信息的有关机构和人员实施制裁，名单中就包括一名立陶宛议会议员。这引起立陶宛一些人不满。这个议员名叫萨卡利尼，他就是上周立陶宛议会涉疆动议的提案人。而在立陶宛议会通过涉疆动议的同一天，欧洲议会也通过了冻结中欧投资协定的动议，要求欧洲议会暂停批准该协定。分析认为，立陶宛2天后就宣布退出17+1，并呼吁欧盟要以27+1与中国周旋，这明显是一种借势。香港明报周一的社评指出，中欧投资协定遭搁置，对中欧关系固然带来一定冲击，但对中欧经贸关系的影响象征大于实质，未必有太多实质伤害。而且欧盟原来就是中欧投资协定获益较大的一方，若协定果真拉倒，中方丢的是面子，欧方失的是里子，欧盟的损失显然更大。客观而言，中欧投资协定对德法意等欧盟大国利多，其他小国未必能从中得到多大好处。在美国因素的介入下，即使没有欧洲议会作梗，波罗的海3国和捷克等与中国芥蒂较深的欧盟国家很可能也不会批准协定。其实是少部分人、少部分国家绑架了整个欧洲的利益，他借用的就是欧洲的所谓的团结，包括欧洲的所谓的一票否决权。它实际上是破坏了欧洲自身的和平、自身的稳定、自身的团结。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您好，立陶宛外交部长突然宣布退出中国与中东欧国家17+1合作机制，并呼吁其他中东欧国家也跟随退出。那您觉得这背后深层次原因是什么？确实，对于立陶宛的这个举动，我相信很多中国人都会产生一种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感觉。作为一个远在中东欧的国家，中国的新疆、香港、台湾问题跟你有什么关系？由于在地理位置上，中东欧国家仍然处于传统欧洲强国与俄罗斯的交汇处，以及处于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跟俄罗斯的交汇处，因此仍然难以摆脱大国强权政治、强权军事与强权经济的博弈影响。尤其是近年来，传统欧洲国家加快了欧盟东扩与北约东扩的步伐，这就跟志在守护自己势力范围的俄罗斯产生了激烈的对撞。当前乌克兰的乱局就是这种对撞导致的恶劣后果。在这种情况下，相当一部分中东欧国家都对现在的俄罗斯也没有好感，甚至是心生恐惧。而在美国的战略压迫下，中国与俄罗斯的关系近年来又表现得空前的好。于是，包括立陶宛在内的个别中东欧国家就不分青红皂白，把中国视同为了跟俄罗斯一样的威胁。那么还有就是，这件事情还跟最近中美博弈的大背景密切相关，甚至是深深地打上了拜登政府主动挑起的对华新冷战的烙印。我们知道，拜登政府对华新冷战的主要手段就是团结盟友来对抗中国。而团结盟友对抗中国的首要目标，就是要重新夺回自己的传统盟友，一度跟中国在经贸上打得火热的欧洲国家。为此，拜登政府已经成功地用煽风点火的方式，挑起了中国与传统欧洲强国的意识形态之争，中断了中欧投资协定的签约进程。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也一定不会放过中东欧国家。而立陶宛这次宣布退出中国与中东欧17+1合作机制，就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面发生的。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由美国挑起的这场意识形态新冷战，正在改变着全球，尤其是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格局。一些欧洲国家正在选边站，向美国靠拢。而与此同时，中国与俄罗斯携手合作的战略态势也已经是日益的明显。
立陶宛自己宣布退出中国与中东欧国家17+1合作机制的同时，还特别号召其他的中东欧国家也采取同样的措施，以防止欧盟出现分裂。那您觉得立陶宛的这一企图最终能够实现吗？我相信相当多的中东欧国家还是会本着理性务实的态度来看待中国与中东欧国家17+1合作机制的，因为立陶宛发出的这个号召，不仅仅是要让这些中东欧国家在中美之间选边站，而且等于是要让中东欧国家放弃自己的国家利益，也就是放弃中国与中东欧经贸合作所带来的好处。我认为至少包括匈牙利、塞尔维亚在内的一些主张跟中国保持友好关系的中东欧国家不一定会跟随。这个也就意味着立陶宛这一呼吁极有可能首先在中东欧国家17个国家内部导致分裂。最近一些中东欧国家似乎也出现了要倒向美国，甚至是要向中国打所谓的人权牌的迹象。那么其一是在2月份举行的中国与中东欧国家17+1合作机制峰会当中，包括立陶宛、爱沙尼亚与罗马尼亚在内的3个中东欧国家并没有按照惯例派国家领导人来出席，而是只派了部长级别的官员来参加会议。那么其二是包括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以及个别波罗的海国家在最新发表的国家安全报告当中，把中国与俄罗斯看成的是同样的安全威胁。其三是除了在香港、新疆问题上对中国打所谓的人权牌之外，包括立陶宛和捷克在内的一些中东欧国家还在台湾问题上向中方发起了挑衅。我认为个别中东欧国家开始对中国抱持敌意，这些都是美国主动挑起中美之间意识形态纷争所导致的恶果。因为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问题不仅主导着一个人、一个国家的思维方式与行事方式，而且是一个人与一个国家之间难以弥合的根本性分歧。只要在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上存在着根本性的分歧，而且这一分歧又被刻意挑起和放大了，那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就会变得异常的复杂敏感。冷战结束之后，中美关系之所以能够迎来长达30年的相对稳定期，中欧关系之所以能够迎来长达40年的稳定期，归根到底就在于中美与中欧之间虽然存在着价值观念与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但是当时双方在这一问题上采取了创造性的模糊，或者说是存而不认，把这些问题暂时撇在了一边，一心一意发展中欧与中美经贸关系，于是便史无前例地开启了2种不同意识形态与政治制度的国家之间的合作新篇章。而现在的中美与中欧关系之所以出了大问题，就在于一度沉寂了的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分歧问题被美国刻意挑起来了，中美新冷战的火苗也被刻意煽起来了。因此未来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关系的前景将取决于中国与欧盟以及中美关系的走向，而中欧与中美关系的走向又取决于这场被刻意挑起的意识形态纷争何时能够被平息下来。好的，也谢谢刘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周一下午，第74届世界卫生大会以视频的方式开幕，会期一直持续到6月1号。此次大会的主题为“结束本次大流行，预防下次大流行，一起建立一个更健康、更安全和更公平的世界”。而此前一直搞小动作、叫嚷参加世卫大会的民进党当局，连续5年遭到世卫大会封杀，以疫谋独的企图又一次以失败告终。目前，全球应对疫情的工作仍处于关键阶段。本届世界卫生大会的目标是立即结束当前疫情，并建设一个更健康、更安全和更公平的世界，为下一次大流行做好防范。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介绍，当前最紧迫的问题之一是疫苗供应不公平，这对结束疫情大流行和全球复苏构成了威胁。因此，今年的世卫大会将在塑造未来全球卫生架构方面，以及在加强世卫组织履行使命的能力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本届大会期间，备受各方瞩目的还包括发布由世卫组织成立的大流行防范和应对独立小组针对新冠疫情提交的最终报告。据悉，该报告显示了疫情如何演变成全球大流行，以及提出了如何避免其再度发生的建议。
值得注意的是，这份报告2度提及中国台湾。对此，台当局气急败坏，称要抗议，惹岛内网友开启群嘲模式，讽刺道：1年1度的政治大戏终于进入尾声了，劝民进党赶快收心，好好处理台湾疫情。今年已是蔡当局连续第5次被世卫大会拒之门外。不过，民进党当局仍不死心，千方百计想蹭会。台外事部门声称，大会期间，台方将持续透过多元方式展开国际合作交流。更荒谬的是，岛内疫情愈发严峻，民进党当局再次上演甩锅戏码，妄称造成台湾防疫漏洞的原因就是台湾没能参加世卫大会。实际上，根据世卫组织的记录，截至2019年，台湾共有400多人次的专业技术人员参加了世卫组织举办的100多次技术性会议，基本上没有发生专业技术人员被拒绝的情况。2020年，世卫组织举办的10多场线上技术会议，台湾的专业技术人员基本都有出席。国际卫生条例在台湾也设有联络点，包括在这一次疫情的发生过程中，我们中国大陆也是第一个邀请台湾到我们大陆来进行相关的这个调研，然后来参访，使台湾方面获取了防治新冠疫情的这样一个信息。事实上，此次大会召开之前，民进党当局频频使出小动作，试图以疫谋独，叫嚷参加世卫大会。美国等西方少数国家也跳出来向世卫组织施压，鼓噪要让台湾参加世卫大会。前不久，美国卫生部长在与台卫福部门负责人陈时中视频通话时就声称支持台湾参加世卫大会。针对本月初7国集团外长发表共同声明，邀请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新加坡联合早报的评论文章认为，这绝非真心诚意，而是把台湾地区视作政治斗争的工具。至于台湾地区去参会能做什么、要做什么，对于提议者来说根本就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运用冲突斗争来筹措政治资本。1971年，联合国通过第2758号决议，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的唯一合法代表。在1972年的世卫大会第25.1号决议中，世卫组织同样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唯一合法政权。在台湾方面承认9·2共识的前提下，通过两岸协商的方式，以中华台北的名义，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世卫大会。在历史上有这样成功的经验，现在呢，岛内的民进党当局舍近求远，不是通过两岸交流、两岸沟通的方式，相反是通过诉诸于国际社会，妄图利用国际反华势力的支持，然后来使其参加某些国际组织，这样子的话完全不可能成功。蔡英文上台以来，把参加世卫大会当作政治工具，试图转移岛内抗疫不利等矛盾。因此，会前中方多次声明，为了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捍卫联合国大会及世卫大会相关决议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中方不同意台湾地区参加今年世卫大会。中方的决定也得到了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理解。据外交部统计，截至本月20日，已有150多个国家通过外交渠道表示支持中方决定，近80个成员国代表专门致函世卫组织，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立场。民进党当局的图谋绝不会得逞。我们奉劝民进党当局停止借疫情搞政治操弄，不要再自取其辱。另一方面，美国不仅鼓动台湾参加世卫大会，还在病毒溯源问题上试图再次污名化中国。《华尔街日报》周日发表一篇所谓独家报道称，根据一份此前未披露的美国情报报告，中国武汉病毒研究所3名研究人员于2019年11月出现严重病情，曾去医院寻求治疗。《华尔街日报》鼓吹，这可能会增加有关对新冠病毒是否可能从武汉病毒研究所实验室泄露进行更为全面调查的呼吁。对此，赵立坚在外交部记者会上回应表示，2019年12月30日之前，武汉病毒研究所没有接触过新冠病毒。今年3月23日之前，该所职工和研究生保持新冠病毒零感染。所以，有关报道所称的武汉病毒研究所有3个人患病，完全是不符合事实的。赵立坚强调，今年1月，中国世卫组织联合专家组考察了湖北省疾控中心、武汉市疾控中心、武汉病毒研究所等机构，参观了各类生物安全实验室，与相关机构专家进行了深入坦诚的科学交流。经过在中国的实地走访和深入了解，专家组一致认为，关于中国实验室事件引发病毒这种假说是极为不可能的。
疫情和病毒早在2019年下半年多点多地出现的报道越来越多，有关德特里克堡生物基地的种种疑点，以及美国在全球开设200多个生物实验室的真实目的，也已经引发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美国不断炒作实验室泄露论，究竟是关心溯源，还是想转移视线呢？希望美国有关部门尽快澄清，给世界各国一个满意的交代。台湾新冠疫情持续严重，周一新增339例确诊病例，另外还有校正回归病例256例，总病例达到595例，已经连续10天新增确诊超100例。台当局日前新创的校正回归一词引发了舆论哗然，民众痛批这一说法就是为了转移焦点、推卸责任。另外，台湾疫苗一剂难求，对于岛内团体不断呼吁采购大陆疫苗，国台办继17号之后再次明确表态称，愿意迅速做出安排，让广大台湾同胞尽快有大陆疫苗可用，如有需要，也愿意积极考虑向台湾派出疫情防控专家。台湾地区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周一公布，新增334例本土病例及5例境外移入病例，另有校正回归本土病例256例。此外，确诊病例中新增6例死亡。所谓校正回归是台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发明的新名词。按他的解释，这是因地方延迟通报时间差等原因所造成的数字落差，突然发现多出的这些病例不能算到最新的单日新增病例中，而要校正回归到之前的各日确诊数字中。对此，岛内舆论批评陈时中玩起数字游戏，目的就是让日新增病例数显得没那么高。那你为什么要搞了整整1年多以后，从前天开始，我们每天都要看2个数据？对不对？一个是校正回归，一个对老百姓来讲有什么意义？前天对我来讲就是721，昨天对我来讲就是457，就是这么简单啊。那你为什么要搞成2个数字以后，大家整个 confuse 掉？在周一记者会上，陈时中针对外界的质疑，再度为校正回归辩解。我们认为是把这个校正回归的这些案子能够收集得更完全，那对未来的趋势比较能够做一点，就是做这个比较精确的研判。台北市长柯文哲说，作为台大医学院教授，他第一次听到校正回归这个名词。他批评陈时中不要创造什么新名词，把很恐慌的人民弄得更加晕头转向。台湾孙文学校总校长张亚中说，台当局不惜掩盖疫情严重性，拿人民的生命开玩笑，这反映出民进党当局的心态和谎言，敢于用校正回归来误导民众，更是一种执政的嚣张与傲慢。疫情大爆发，不满当局的检测措施，金门县宣布，周一起抵达旅客需提供3日内新冠肺炎检验阴性报告，否则必须配合进行快筛。不过此举却遭到台湾地区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的反对，认为地方的防疫措施应该向台当局申请，统一采取措施。看到金门机场前一天设置的快速筛查站被拆除，金门县长杨振武当场大发雷霆：谁拆除的？出来讲！谁拆除的？这不是金门县与台当局防疫指挥中心首次互杠。此前金门也曾多次要求开放金门自行购买大陆疫苗被否决。这一次杨振武不打算放弃，甚至要丢出更大的难题给台防疫指挥中心。我们会再发一次文，这一些正式的书面诉求，我们会在最快的时间之内向 CDC 提出，透过合法厂商向 CDC 提出进口合法疫苗的这样的一个申请，希望 CDC 不要再以任何的理由来阻挡。岛内名嘴也狂批台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限制金门筛检做法傲慢，并且极不利于金门地方防疫实际情况。按照法律来讲，指挥中心可以决定金门不能这样做，理由是全国要一致。可是请问全国有办法一致吗？金门跟台南、高雄的状况跟台北、新北的状况一样吗？不就是上飞机要有3天阴性证明吗？是啊。今天金门到底做了什么伤天害理，或者是这个蛮横无理的要求？那你今天做这个要求，指挥中心是觉得这个要求不必要，还是说这个要求杨振武县长没有先告知指挥中心，请令牌以后，然后同意了，你去做吧，那就可以？到底是哪一个重要？疫情的突然升温和延烧，引发岛内各界对当局防控政策的质疑。
有民意代表质疑台当局在疫情发生后1年，甚至都没有采取过基本的筛查措施。我们讲第2道防线、第3道防线的筛检跟所谓的疫苗都没啊，然后现在才开始1年半跟我讲我会马上来准备啊，虚假的安全感，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傲慢啊。而这傲慢就是来自于指挥中心的傲慢。说真的，你过去这1年半，我们最感慨的就是我们一直在把自己不断的力量是放在大内宣跟大外宣上面，那不断的很想要去积极的去告诉世界，我们台湾好棒棒。疫苗的缺失也备受民众诟病。在台湾疫苗紧缺的情况下，台湾鸿海集团提出希望紧急采购上海复星医药集团拥有独家商业权益的德国 BNT 疫苗，以加强岛内防疫。早在2020年3月，上海复星医药集团与德国 BNT 公司签订协议，参与该公司的 mRNA 新冠疫苗研发，并拥有在中国大陆及港澳台地区的独家商业权益。上海复星医药集团也曾多次表示愿意将疫苗服务于台湾同胞。不过，陈时中周日在记者会上却暗中拒绝。他称各界频频放话，但台当局卫福部门没收到任何人前来申请。对于这番说辞，岛内网友表示，最应该去申请的不就是你陈时中吗？我们现在看起来有机会取得了，鸿海是不是可以去代购？那我们是不是同意可以去买？这个事情指挥中心的指挥官要有一个答案 ，yes or no。要不要买？我们现在非常需要疫苗，因为我们有2350万人，我们现在目前只有70万的疫苗，远远不够。国民党团副书记长陈玉珍批评陈时中，台当局若真有心防疫、保障民众健康，就应主动联系，只是因意识形态作祟，就是不想跟大陆买疫苗。因为疫情升级，台北和新北于5月15日升至第3级疫情警戒，随后全台湾在5月19日也将疫情警戒升至第3级。防疫要求包括外出时全程需佩戴口罩，停止室内5人以上、室外10人以上的聚会，关闭休闲娱乐场、观展观赛场所。台当局防疫指挥中心日前曾宣布全台3级警戒到28日，不过依照目前的疫情状况，全台3级警戒要在5月28日解除已不太可能。下个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管瑶。管先生您好。世界卫生大会今天揭幕，因为新冠疫情原因，这次将继续采用云会议形式进行。那么您对大会是如何前瞻？今天谭德赛他在开场讲话中就警告世界仍然非常危险。他的原文表述呢是 very dangerous situation。那么谭德赛他提供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直观数据，就在他开幕演讲这段时间，那么全世界就会有400名新冠确诊者死亡。世卫官方统计表明，过去这1年，全球新冠的确诊病例增加了40倍，达到1.62亿例。那么死亡人数呢，增加了11倍，超过330万。上周在视频出席世界健康峰会发表重要讲话时呢，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就强调，早日战胜疫情，恢复经济增长，这呢是国际社会的首要任务。习近平也呼吁加强和发挥联合国和世界卫生组织的作用，完善全球疾病预防控制体系，更好地预防和应对今后的疫情。那世卫组织呢，上周已经正式官宣，本次为期8天的大会将会重点关注结束新冠疫情，并且呢，为下一次的大流行做好准备。所以本次大会寄托了全世界的共同关注与期待。我也注意到呢，今天在世卫大会受邀发言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默克尔，他们呢都赞成强化世界卫生组织，赞成加大对世卫组织的资金和人员支持。默克尔呢，他还特别对成立全球健康威胁委员会的这个动议予以支持。那么我也特别期待中国最高领导人上周在全球健康峰会提出的一系列的中国方案，能够在本次世卫大会期间获得回响与呼应。这呢，实际上也是全球战役的最紧迫的议程。在您看来，战役中国方案是如何成为全球战役紧迫议程的？我上周曾经在节目中分析，全球战役呢现在有2大痛点，其一呢是疫苗民族主义，其二是免疫鸿沟。一定程度上，所谓免疫鸿沟，正是呢前者种下的苦果。举个眼前的例子，美国新冠疫苗现在富裕到了什么程度了呢？多个州份甚至开始撒钱来刺激接种了。西弗吉尼亚州就规定，凡本州年龄在16到35岁的公民，
接种新冠疫苗每人可以获得100美元的储蓄债券。俄亥俄州呢，更是夸张到搞所谓接种抽大奖的这样的一个噱头。州长都因上周宣布设置5个100万美元奖项，接种疫苗者抽中就能够拿大奖。随后呢，美国的纽约、马里兰以及俄勒冈等等多个州份也跟风这种接种抽大奖的这个项目。但是呢，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美国以外的世界又是什么情况呢？美国外交杂志援引数据称，截至5月，全球已接种新冠疫苗的82%都是在中高收入国家实现的，而全球低收入国家呢，仅仅获得了0.3%的疫苗。今天，谭德赛也在开幕讲话中对此表达了忧虑。他自嘲使用了一句非外交辞令，说全球少数几个国家生产乃至买断全世界大多数的疫苗，等于控制了世界其他国家的命运。那么免疫鸿沟如何填平？疫苗民族主义如何摒弃？习近平上周宣示的中国方案对此做出了明确回答。习近平宣布，在未来3年再提供30亿美元的国际战役援助，在已向全球供应3亿剂疫苗的基础上，继续尽己所能，对外提供更多的疫苗。他同时宣布支持豁免疫苗的知识产权，支持中国疫苗企业对外技术转让、开展合作生产等等。在我看来中方动议呢都是真招实措，没有任何套路。尤其呢，中方还动议设立疫苗合作国际论坛，由疫苗生产研发国、企业、利益攸关方来共商推进全球的这个疫苗的公平合理的分配之道。那么，如果论坛动议能够在本次世卫大会期间取得各方的实质性的响应和推进，我想这对打破乃至消除全球战役痛点必然会有根本性的助推。今天世卫大会揭幕，被拒参会的台湾政客又跳出去表演了。台湾市级卫生部门负责人吴钊燮及陈时中竟发所谓联合抗议声明，您对此如何看？如果我们回望这1年多的全球战役进程，一个最大的血泪教训，恐怕就是所谓的政治化抗疫。印度新一轮的疫情，它的失控爆发，不就是最有说服力的证明吗？台湾这一出所谓联合抗疫的闹剧，当然是抗疫政治化的序演。甚至呢，这些人又进了一步，玩起了以疫谋独的戏码。陈时中所谓抗疫英雄的光环，不是已经被台岛这些天持续刷新的疫情数字彻底冲垮了吗？而已经被确认为顽固台独分子的吴钊燮，他还在继续他的无底线的表演。注意，吴是要被大陆终身追责的。针对台湾新冠疫情大爆发，《纽约时报》前2天引述台大医学院教授蔡辅昌的警告，作为醒目标题 ：“This day was bound to come。”这一天迟早会来。蔡教授他所警示的，正是台湾抗疫政治化的沉重代价。在疫情危机之下，那么这个代价确实太沉重。可是我们放眼世界，难道这种政治化抗疫的丑陋场景还少吗？就在世卫大会揭幕前1天，美国《华尔街日报》又引述所谓情报部门的报告，拿武汉病毒研究所工作人员生病来说事儿，再次炒作早已经被国际科学界以及世卫调查报告明确否认的所谓实验室源头说。特朗普他的首任国安事务助理弗林，他又跳出来发声了。这位曾经因为撒谎被检控，后来遭特朗普特赦的这个资深的阴谋论者，他又在网络访谈中爆出奇葩指控。他声称新冠病毒完全是为转移2020年美国大选实现的这个人工的炮制品，是要实现对美国社会的所谓控制。失格、失态、失语到这样一种地步，正常人根本理解不了。但是呢，福林他的阴谋论的矛头到底指向谁？我看呢，白宫不必揣着明白装糊涂。好的，也谢谢管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